ダンス。じゃあ25年は何年？これ他人丼と言います。之前你们不是一直想让我拍语言学校里面的一个情况吗？就是上课的一个片段啥的。今天我会带大家第一视角看一下日本的语言学校大概是什么样子。我给大家磕头啦。没错，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语言学校啦，是不是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的宏伟庞大？实际上，语言学校和大家想象中就是不太一样，它并不是那种大学的那种规模啊，它就是那种一般是2层楼、3层楼这样子，就是不是很大。我先带大家去学校的周围逛一下吧，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学校的一个环境。我们学校的一个位置是位于山并区这个东高原市站这边。如果大家以后来日本旅游，可以来这个学校打个卡啥的。我们平时上学的话，需要从这个巷子里面进去。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已经停满了这个自行车，因为在日本上学的一些人，绝大部分人他们都是用自行车出行，这样子会比较省钱。这个自行车已经停满了，已经有上午班的同学在里面上课了。里面就是教学楼，大家可以看到啊，就并不是特别高啊，是这一栋。并不是后面那一栋，它应该是3层楼。晚点我会带大家进去看一下里面大概长什么样子。再往这边过来一点点，大家发现没有？这左边有一个超市啊，有些时候起得比较晚嘛，然后就会到超市里面买个面包应付一下。好的，大家可以看到，出来这个超市这个对面，它就是一个寺庙，在里面非常的寂静幽深，就作为一个散步的一个地方，真的非常好。秋天的时候，这棵树都会泛黄，然后特别漂亮，它的叶子都会洒满一地，然后这个扫地的人员会把它们扫到一起，不会把它一次性全部清理掉，就形成了一道风景线吧，感觉特别漂亮，对吧？那边有好多鸽子，每次我们来上学都能看到。他们这些鸽子，他们不怕人哎，就是有人在，他们也不害怕。大家可以看到，老奶奶那边有好多鸽子，可能老奶奶在喂食。我感觉我们学校还挺苛刻的，就是他招生的话，他只招33岁以下的，所以说我们学校的一个平均年龄应该是在26左右吧，我感觉应该是这样的。然后学校里面基本上是年轻人偏多啊，大家都是大专以上的学历为主吧。好多学校里面的人都是后面升学，实际上我感觉找工作的人并不是特别多吧，还是升学的人会更多一点。学校离新宿比较近，离新宿的话大概20多分钟它就到了，所以说它这个地理位置还蛮好的。反正我住在学校周围，我就感觉通勤还可以，因为新宿是属于东京都的一个偏中心区域嘛，所以说只要离新宿比较近的话，基本上通勤都还挺方便的。当然学校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宿舍，但是我感觉住在外面的人好像更多一点。宿舍的一个费用我记得应该是3000到3500人民币左右每个月，我感觉挺便宜的，因为我现在租的房子是4300人民币一个月，就是87000日元左右。现在的汇率比较低，现在的话就4200左右吧，我感觉应该差不多，还是蛮贵的。感觉住学校的话，可能也能省一点钱吧。大家觉得怎么样？这个寺庙的一个环境还是非常不错的吧，对吧？现在这个时间点没什么人，因为可能这个时间点大家都在上课的上课，上班的上班。然后这个寺庙它每个月的23号应该是23号，我没记错的话，会举行那种祭拜仪式还是什么的，那个时候就会有很多人来这边祷告还有祈福等等，大家可以到时候来这边打个卡。实际上语言学校它的一个定位就是一个学习日语的这么一个小学校，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抱有那种极端的想法，就是说我报了这个学校，这个学校能不能帮我找到工作，能不能保证我能够进某一所名牌大学等等，那是不可能的。我跟你这么说吧，实际上他们最大的一个帮助是帮助你提升日语，其次就是如果说你要升学或者是说你要找工作，老师会给你一些建议
然后比如说你要填各种资料，老师也可以进行一个辅导。还有就是老师会统计你快毕业的时候，你是选择升学还是选择这个就业等等，他会督促你，会进行一个统计。所以说我个人的一个看法，你要在日本这边升学也好，就业也好啊，最主要的还是靠你自己啊，没有说你去了某一个语言学校，它就能帮你逆天改命，那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话说回来啊，就是它不同的语言学校，它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氛围它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老师的一个教学质量可能不太一样，还有就是学校管得严还是管得松啊，这个也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我个人感觉我们学校管的还算比较严的，就比如说你这个月出勤率低于了90%，老师会把它贴在那个墙上，把你的名字给它画出来，特别的社死啊。其实就是如果你这个月的一个出勤率低于80%，老师会单独的找你约谈，问你是什么情况，然后让你写那个保证书。所以说我感觉对于学习这一块老师管的还是蛮严格的。其实就是我感觉学校有很多老师都非常的负责，还有就是他们上课的一个风格都不太一样，特别有意思。有些人可能会说语言学校根本就提升不了什么日语，但是我的一个感觉是，如果你的基础越差，它能带给你的一个帮助越大；如果你的基础越好，它可能给你带来的一个帮助就不那么明显了。我觉得这本来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对吧？就因为你的基础特别差的话，那显而易见你能提升的一个空间就会很大。如果你的基础特别好的话，那老师能给你带来一个最大的一个帮助，无非就是练口语、练听力，对吧？巩固一下你之前学过的一些知识点，对吧？所以说，并不像大家说的那样，自己在家学习也会比语言学校教得更好。我感觉并不是吧，至少我来之前我是 N5的一个水平，然后就完全说不了话。如果 Can I go there? Go the destination? 途中まで一緒に。Okay. You can get together. Okay. もう一度お願いします。このまままっすぐ行ったら着きます。今は先生と一緒に上野公園に来ています。ですね。話します。はい。じゃあ歩きながら話しましょうか。はい。じゃ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はじめまして、シャクインと申します。中国出身で日本に来てから1年になります。国の大学でコンピュータ関連の専攻を学び、卒業後は約2年半ぐらい Java プログラマーとして勤務しておりました。主には自動車アフターサービス関連のシステム開発に携わっておりました。趣味はバドミントンやコンピュータゲームです。それまでの経験を生かして本社でスキルさらに伸ばして貢献した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我感觉90%是学校的一个帮助吧，可能我平时也比较积极吧，上课就是回答问题也好，然后和同学之间对练也好，我还算比较积极的那种，所以说我感觉他对我们的帮助还是挺明显的啊，尤其是我们这种普通人，就是我们学习能力不是特别强，就是语言天赋不是特别强的人，还是非常明显的。我现在在给大家祈福，祝大家每天都开开心心的。祝大家长命百岁，永远不死。都是我站在哪里拍啊？最后面的可以吗？可以。はい。お邪魔します。どうぞ。はい。話し合おう。はい。今年何年？はい。2025年ですよね。じゃあ25年は何年？现在视频里面出现的这位老师叫做小池老师。小池老师上课的一个风格是，他特别鼓励学生多发言。他会给你制造很多输出的一个机会比如说让你和其他的同学组成小团体，然后一起进行对话。我曾经也采访过小池老师。先生は何歳まで働く予定ですか？ずっと先生を続けますか？はい、100歳まで。ずっと一番好きな仕事は先生ですか？もちろん。
これは毎日元気だにです。そうですね。先生は教えるじゃなくて、学生からも教えてもらう。ああ、わかりました。いろいろ。小池先生は私の一番好きな先生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毎日元気です。それから、とても真面目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私は好きです。私の去年の漢字は今年の漢字。今年はです。毎日1カロリー食べたい、欲しいです。そしてはです。以上です。はい、わかりました。私の今年の漢字は、と思います。おととい、7.89 の地震が起こったこと、だから、と思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看到这里，让我想起了当年的自己啊！大家一定要珍惜在语言学校各种发言的机会啊！我感觉实际上你输出的机会大部分都在这一刻。羊のスープを飲むことができます。泉水。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这么读，我没有查。大丈夫です、大丈夫ですよ。潜水かな。潜水ね。はい、いいですか。はい、お疲れ様、ありがとう。はい。これは何でしょう。例えばランチの寿司とか。フライドポテト。フライドポテト。ただあんまフライドポテト使わないですよね。これ言わない、ポテトだけですね。ポテトって言ったら多分これです。じゃあ次、この食べ物は牛丼。いいですね、牛丼。皆さん牛丼食べます？食べます。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位老师叫做富田老师，大家别看老师长得特别的高挑啊，然后有点像那种冷酷女神的那种感觉，但实际上老师完全不是这样的。实际上老师的性格和高冷完全不沾边。实际上老师有一颗非常年轻的那种小女生的那种心吧，我感觉是这样的。就是老师上课的时候，每一次看到自己的小狗或者看到一些特别可爱的东西，就会情不自禁的说卡哇伊卡哇伊呢，就类似于这种，明显感觉老师像一个年轻的小女生一样的那种感觉啊。富田老师特别爱微笑，每次看到他都在笑。还有就是我必须要强调一个点，富田老师画画特别厉害，他总喜欢画那种非常可爱的那种画，非常生动形象，对吧？很可爱。还有就是富田老师他会中文，他会一部分中文，然后他就特别搞笑，每次上课的时候他有些时候故意会说一下中文，就我们说几句他听得懂一点点啊，比如说他有些时候说对不对等等，还有他有些时候经常自我介绍会说我叫富田，怎么说呢？就是老师会故意的把那个腔调给改变，发音就会特别好笑。如果说未来大家有来这个学校上课，上了这个老师的课，就能感受到那种感觉了。就是老师会故意上课的时候制造各种欢乐，就导致大家都不犯困，就非常的有意思。反正我是感觉，特别有意思。何丼でしょう？友達丼。でも惜しいです。これ他人丼というそう他人丼です。親子じゃありません。知らない人ですから他人丼。いる。ますありません。にできます。はできますありません。这位老师叫做清水老师，他的一个形象就完全符合我们想象中的那种樱花妹的形象。现实中老师长得也是非常漂亮的，老师上课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大家自己亲身体会一下吧。いいですね。インさんは中国語ができます。誰？先生、フランス語ができます。いいですね。はい。これ本当ですよ。そうです。本当。有名です。フランス語ができます。ケンさん。これ何？ウクリ。そう、同じです。ウクレレです。ウクレレ。はい。津田先生は？西立さん。
ミルバヤシ先生。卓球ができます。スペイン語ができます。本当に？本当です。素晴らしい。素敵ですね。本当です。明日行ってください。先生スペイン語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してください。ダンス。間違えた。シャキンさんがいるから緊張して。間違えた。誰ですか？これは何ですか？太鼓。天童。老师好多暗号，我们啥没有。富田先生。中国ができます。オッケー、中国語ができます。いいですね。家族はピアノができます。オッケ好的，这个就是日本的语言学校啦。大家通过本期视频，应该大概对日本的语言学校有了一个深刻的了解，从外观到教学的一个第一视角的一个体验，相信大家应该有了一个深刻的一个认识。我感觉特别开心啊，就是能够得到这些来之不易的一些素材。实际上上课的时候，我感觉特别的社恐，我要去拍这些素材。因为确实是很尴尬，我本来就是个 I 人嘛。如果说大家看到过这一期视频，最后选择了来到这个学校就读一定要跟那个学校的老师说你在视频里面看到过这个老师，或者是说你看过这个视频，然后了解了这个学校。欢迎大家，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希望大家这一期视频一定要点赞、评论、转发一下，因为真的特别不想让学校的老师失望。感谢大家，拜拜。以上です。はい、以上です。わかりました。以上です。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ありがとう。